就刚才有一个话题谈到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然后和国际社会的交流，对，当然我们看到经济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目前它并没有走向民主，而是走向更加专制、更加集权。但是你也提到，从长远来看，这几十年的市场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展，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可能会对将来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政治会起到一些作用。简单的来说，就是中国的自由思想的传播公民社会的发展。昨天也有人在研讨会当中讨论到这个公民社会，那这些是对我们管它叫中国社会新的能量，包括互联网，维权律师，对 NGO，包括家庭教会的发展，对，基本上就是主要在江泽民、胡锦涛这20多年的时间，然后很多知识分子、很多年轻的学生接受了自由主义，然后很多这个民间各种组织，一些社区啊，什么这个消费者的包括这个小区业主的那个社区等等，这种公民社会，这种民间的自我组织和这个思想的启蒙，和毛时代是不一样了。对，我觉得尤其从互联网以来，因为互联网以前所有官方的媒体是从上往下，声音是从上头开始，底下是听者。互联网是第一次听者之间可以发声音。本来只有互相发声音，只有口头面对面，邻居可以，但是更广的不可能。所以，互联网来了以后，别的那些 NGO 什么，家庭教会啊，发展起来之后，我觉得是很难逆转的，这是个长期的一种 secular advance，而且我觉得自由主义，你刚才用自由主义这个字，我的感觉里头，自由主义不是一种主义，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或者这个那个主义，是很自然的东西。任何人，甚至于动物，它当然求自由。你把个虫子，一个蟋蟀放在桌子上，用一条线拴住它的腿，看它怎么样，它要往前，它要自由。虫子要求自由，猫狗，当然更别说人。所以长期的人要求自由的趋势，有一些新的设备，互联网或者家庭教会或者 NGO 或者这个那个的，去发现他的求自由。我觉得这个长期来说是个不能逆转的趋势。对，很多中国人到海外旅游啊、工作呀，然后有很多留学生在海外学习，所以就是他自然的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对，虽然有一些人可能在海外工作学习，也仍然没有摆脱被共产党洗脑的状态，但是这个对他总比那个闭关锁国要好得多。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engagement 它并没有全错。并没有全错。对，就是他在推动很多社会很多积极的东西。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互联网就一方面，它就是让民众接触信息更容易，让民众通过互联网，尤其我们推动维权运动，通过互联网不但是可以启蒙民众，而且可以组织运动，对 mobilize， 然后
但是呢，共产党他也用互联网、用高科技来监控民众。对，所以我用这个高科技集权体制，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技术的双刃剑。双刃剑，是。而最后这个故事怎么结尾，我们还不知道。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些到海外去，可是还保持共产党的洗脑状态的这些人，可是哪怕是他们，到海外他还是看到一个别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心里有数，他有个别的心理层面，他要是没有出来，他不会有。我在加州大学上课的时候，有一些大陆来的学生是被洗脑过的，到我的课里头也愿意骂美国。可是我注意他们骂美国，在闲聊的时候，突然提到你有绿卡没有？谁有绿卡没有绿卡？所以一方面他骂美国，一方面他珍惜他的绿卡。这种两个层面的心理，我发现是相当普遍。对，他在美国骂美国总统，骂美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不会进监狱，对。而在中国，你要骂习近平、骂共产党，就有很大的麻烦。而且他在美国骂美国，有点时髦的感觉。对。你看我在骂，而常常自由派的美国知识分子也跟着骂，也给他提供材料。我们的这个贩毒问题呀，或者堕胎问题呀，然后他尽心的去骂。对，这个又让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一些被称作新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骂资本主义，他们最大的敌人，最爱骂的、最爱批判的就是资本主义。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对。那因为这个，然后呢，他把这一套东西生搬硬套到中国上。对，在中国，让怎么说呢？最坏的东西是搞市场、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另一套东西来代替资本主义，所以就是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来辩护。但是他们就是把西方的时髦，在西方批判资本主义是非常时髦的东西，而且也的确有一些深刻的见解。但是呢，他们觉得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在中国发展出来一些理论，然后共产党很喜欢。这些人从来不批判中共的体制。对，那这汪辉、崔志元、甘阳啊什么等等这些人。然后呢，反过来，西方人又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对知识没有什么贡献，但是这个新左派汪辉这些人不错，又把汪辉的东西翻译成英文，觉得这个东西解释中国更深刻。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照镜子的问题。对，外国自由派灌输这种思想，他带到中国去，他说：“你在中国生根了，这是中国土壤出来的，其实不是中国土壤出来的东西。”是这些人，我不便提名字，可是我觉得他们在两边都想讨好。他到美国来舒服啊，新左呀。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也舒服。还有一点，我不客气，我不喜欢的新左，是他们那种乱七八糟的语言。他们你看不懂的语言，故意。也是一种表演，一种时髦。没错。当然不只是他们，外国更严重。外国的后现代主义的时髦语言是泛滥的很广，很可怕。但是新左的那些知识分子学会了这一套，在我的眼里贬低了他们的智慧，而不是提高了。对，汪辉就最明显，就特别故作深沉，故作高深，然后用一些晦涩的、让人难懂的词跟句子。
对我对他们的评价也是特别特别低，这也是对，就是跟这，然后他们也败坏了这个语言。共产党是那种党的那个宣传，那个高大上、伟大、光荣、正确那一套东西，污染了语言。那汪辉他们是用这套这个看起来很有学究气的东西，晦涩的东西。那种象牙塔语言、时髦语言，在美国的学界里、西洋的学界里头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自卫的。我写出一些句子你看不懂，或者看半懂不懂，你没法批评我。你看不懂，你没法批评。对，是。对，就是对汪辉他们的，我就没有写这个东西去批评他们，因为我看不下去，就是我看不下去，我又就是没有办法系统的批评他们的东西又多，然后又读起来是一种酷刑，我觉得，可是比你更好心的一些人看那种语言说，我看不懂，可是肯定有什么很深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他开始用自己的智慧投入到那种语言里头。Maybe it means this, maybe it means that。然后自己把自己的脑子 invest 到那语言里头，那变成认同它了。不是批评，而是认同。对。所以这种东西很讨厌。对。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接触政策对中国，它当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民主化，但是呢，对这个民间社会也有一些推动促进的作用。所以是不是就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说，第一，过去20-30年、30-40年的这种接触政策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政策来代替接触政策，是那种彻底的敌对呢，还是彻底的脱钩呢，还是什么东西？因为对接触不行的话，那就是不接触，完全隔离，把中国给隔开，脱钩decoupling。另外一种就是一种遏制或者是敌对。在我想来，这个问题非得要做共产党跟中国老百姓的区别这东西。Pompeo 最近把它提出来，我很赞成。因为你抵制中国老百姓，因为官方做错了事情，你抵制老百姓是不对的。我举个具体例子，在64以后，我在64的时候是做美国的这个科学院在北京的办公室的主任，所以我有责任去管那些在中国的美国学者，帮他们回去等等。然后科学院问我，你觉得我们应该决断关系还是保持关系？我立马的反应是说，跟学者你当然保持关系，学者是受害者。我们不要断绝一切干。有些人很生气说：“哎，这屠杀太可怕，太恶心，也完全 cancel 了一切。”这我没有赞成，因为跟共产党 cancel 了一切，当然早就应该跟他们脱钩。但是你不要跟中国老百姓、中国学者、中国普通人民，要想法子尽量保持联系。而这么多年我在黑名单上，我不能到中国去，我是断绝了关系，远远没有，我还尽量保持关系，跟国内的学者朋友交换意见、交换文件等等，他们到美国来热情接待等等，这是我的看法。要在政府跟老百姓之间做区别。对，就中共把您列到黑名单，中共要跟您脱钩，然后您要跟中国人民挂钩。对，绝对是。我觉得就是我用的一个概念就是 principled engagement， 就是有原则的接触。对，我们要推动
推动中国的经济，推动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发展，然后中国跟世界的交流。但是我们的钱、我们的智慧、技术等等，我们要支持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民众，而不是政府。对，所以我完全赞同您的说法，就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去分清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共产党它并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中国人民。对，恰恰相反，在绝大多数议题上，共产党的利益和中国民众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是相违背的、相反的。甚至共产党自己的脑子里头有不同色彩、不同层面。我不赞成说任何属于共产党的人你要全盘否认。很多人脑子里头有不同层面，所以我们对共产党说的话，应该是把你那个 principle 的那个字很好 ，principle 理直气壮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 principle 说出来。你也许表面上否决我们，但是你心里头可能有不同层面。对，就是要推动中国的人权、自由和民主，那把这个东西作为接触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中国，你从共产党的角度，它也需要发展经济，需要技术等等。但是呢，我们要不能够完全不去管中国这个对律师的大抓捕，西藏、香港、新疆的这个维吾尔种族灭绝，不能不管那些不但是要挂钩，而且要作为其他重要议题的一个条件，一个谈判的条件。你想开奥运会可以，我们欢迎北京举办奥运会。但是你必须把刘晓波把这个良心犯从监狱里放出来。你必须要停止对西藏、对新疆的这种极其反人性的政策。我们这是很管中共特别想开奥运会，像什么 G20 各种会议，什么世博会，这就是但是非常可惜，就世界就。国际奥委会等等，就是全世界就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去推动中国。64那么几年之后到94年之间，美国国会有最惠国的条件提出来，每年提出来，每年共产党让步。所以你说 it works， 可是后来没有太用。对。先是60之后有这个 Tiananmen sanctions，但是很快慢慢一个一个的都被取消了，然后人权跟贸易挂钩，每年一审，后来到94年也就变成了，脱钩，人权跟贸易脱钩，是很不幸的事情，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吸取教训，但是我们可以稍微谈一点这个川普。就川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带着世界其他的民主国家也在发生变化。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他并没有像我说这个 principled， 就是他的这种对抗也好，竞争也好，他并不是以人权跟民主为基础的。川普他本人，他以贸易为主，这个叫美国优先啊 ，American First，而且呢，他的很多言论是和人权民主相违背的，是这个他又这个不止一次。谈到这个新疆的集中营，他对习近平说：“可以继续建。”然后他把香港的争取民主的抗议叫做骚乱、暴乱，等等类似这样的话，完全没有把这个原则、把这个人权当做重要的事情。Trump 的对华政策对我是个谜，因为一方面你说的
他不管人权，他自己不关心。但另一方面，他请的那两个，余茂春在国务院和伯明在白宫里头，这两个人在美国多少年？自从这个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以来，做美国的中国 expert 顾问，是最好的两个，在我看来，他们这个。看穿了中共，而且愿意说，怎么去给 a point， 我到现在不是很清楚的。可是，所以 Trump 很不稳定，很难 unpredictable。对，但余茂春跟伯明他们的的确，他们看中共更清楚。他们的这个政策，我觉得如果能够贯彻下去，也更好。像拜登，当然在很多事情上，民主党、共和党这个对立很严重，但是在中国政策问题上，拜登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余茂春、伯明他们的很多政策。希望对延续了。是，对，但是川普本人他的想法，他的公开的说法，我觉得并没有人权方面的这些关怀。而且他大概不是有意的，可是他说这个病毒是个 Chinese virus 之后，就变成跟美国的这个 racism。对，有关的一个很不幸的一个问题，而共产党利用了这个，对美国的华人说：“你看，这个，他在攻击你华人，把共产党的位置放在美国华人反对 racism 在同一个平台上，这很不幸，很不幸。”我妻子同意，很生气这一点。我是 Chinese American， 可是我恨共产党，有什么矛盾？可是很多，尤其是在加州，很多这个华人，美国华人，他倾向于中共的原因之一是他以为中共支持他们反种族主义，所以这是个很讨厌的问题。对。闯的祸，我想他没有想清楚这些后果的。对，我觉得川普他对国内对美国的这个黑人呐、移民呐、穆斯林等等，他就有很多的这种 racism 这种种族主义言论。所以他说 Chinese virus 这个时候，不管他有没有想故意的去歧视中国人。但是客观上，人们会把这个连在一起。对，它就是一个他一贯是用那种概括性的话。对，然后呢，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抓住这种机会，说你去歧视亚裔、歧视华人。对，这个，共产党不择手段，有机会他就利用。对，就抛开川普不谈，当我们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你这是偏见、双重标准，然后你们对亚裔歧视啊等等。我们批评这个新疆问题，他说对啊，他说你们美国的这个对黑人的歧视更严重，你们这个屠杀印第安人等等，然后你批评中国就是歧视华人、歧视亚裔。那共产党他就搅和这些种族问题、民族问题，然后让很多人看不清楚。对，这也是不择手段的手法。对，这里面就是涉及到这个 whataboutism。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美国负责这个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的那个 John Kerry，他去北京要谈这个环境问题，然后 BBC 组织一个讨论，实际上是一个辩论，请了我和那个Jeffrey，哥伦比亚大学的Jeffrey
Sachs，对，问题就是这个John Kerry 应不应该在北京谈气候问题的时候提出人权问题？那我当然我就主张你要借这样一个机会来谈人权问题，新疆、香港等等，然后这个 Jeffrey 他很有意思，他就完全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你们没有资格，那西方或者什么，你们没有资格去提这个问题。你美国的这个对印第安人的做法，对黑人的这个做法等等，你这个你美国做的更差，你有什么资格去把气候跟人权对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对，我当时我就对说你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这个 political whataboutism。对，我把它翻译成比烂主义，就是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做的坏，那你们美国更坏，所以你没有资格批评我。对，这是共产党就是最常用这种比烂主义。对，我觉得这是个人权的普遍性 （universal value） 的有关的一个问题。比如有地方甲，有地方乙，地方乙里头发生了一个什么灾难，地方甲里头的人有没有权利，有没有义务去帮忙去评论？我觉得当然有，并不是因为是两个地方，你不能提出一个声音来。整个我们的联合国呀，我们的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要是没有这个前提，你根本办不起来。就是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应该有权批评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一个事情，不管你是哪国，你是，对，哪怕是两个邻居啊，我的邻居里头，我听到他那个有很可怕的人大嚷大闹，说我要不要去过问？我要说，除非我自己的家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不能过去问。对，所以这是几个层面。首先就是，当我们批评中共对维吾尔人的这种 genocide 这种种族灭绝的时候，中共就说你们对黑人，你们对印第安人怎么样？这第一是对印第安这是个历史的问题，几百年前的问题。那个时候的人权文明的标准等等国际法还没怎么开始，那个时候的这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是几百年前的事情。第二，就算现在的事情，这个它的程度也不一样。你说这个对黑人的这种歧视当然有，但是跟你那个程度不一样。第三就是您说的这个批评的资格问题，就算我们做的不好，我们还是有资格批评你。对，不但有资格，有义务。对，也有义务。对，这是第四个层面了。对，第三个层面我说是我们有权利、有资格去批评你，因为你做的不好。即使我们做的不好，我们还是有权利。第四个层面就是我们有责任，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去批评你。对，还有呢，就是一个也是跟我们讨论整个话题有关的，就是民意测验、民意调查，很多对西方的智库大学到中国去做民调，他们发现83%、93%的中国民众支持共产党的政策，支持现行体制。这个您怎么看？我觉得很好玩，那些民意测验，尤其是问到任何稍微跟政治有关的问题你尤其是一个国外的机构到中国一个小地方去，你觉得习近平好不好？那多少层面的在那儿你妨碍一个一个诚恳的回答。第一，你是外国人问；第二是
习近平，我敢不敢公开说任何看法呢？但是他还是做这种民意测验。房立之对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讽刺，他说，这是跟天气一样，你要是去访问一个老百姓，你支持不支持天气？天气 weather 呀，你支持不支持共产党？等同于是你支持不支持天气 ？Are you in favor of the weather？因为老百姓他根本他住在共产党底下，他没有选择，这跟天气一样，有时候变好变坏，他不能控制，他住在下面，所以他住在天气之下，跟住在共产党之下是差不多的。然后你就做民意测验，你对天气的评价是什么？对，毫无道理。对。那这些人也会辩护说，那这个他们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设计题目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外边的影响，然后他们会用匿名的方式，等等，就是他们会说要做这些变量的控制，来减少这个妨碍人们说假话的，妨碍人们说真话的那些因素。但是我觉得仍然没有办法，就你作为一个，无论是你是国内的教授，还是一个外国的一个调查机构，你去做这个那种因素，就当你问我对共产党支不支持，问对习近平是否支持的时候，这种恐惧你通过那些外在的环境设计是很难消除的。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洗脑。我排除了任何恐惧的因素。你问我支不支持共产党，我就是100%的支持，因为我的对啊，我受到的所有信息，所有的这些教育，是啊，对，我就是100%的真心的支持共产党。对，北朝鲜人民就是全心全意的支持金正日、金日成、金正恩。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不能说中国人民有不同的 mentality， 有不同的价值，然后他们愿意接受一个专制体制，愿意接受一个强势的领导人、独裁者。这个结论，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他们做这样的民调是很有提得很好呢。你洗脑的这个运作方法不是把我自己最内心的想法说到外面去，是要配合一个外在的一个正确的答案，而被洗脑的人他忘了自己里头有来源，有思想来源，他只配合那外在的这是答案的问题。我举2个例子，这是80年，88年我那一年当中，我就在北京，有些研究生大学生想申请美国大学研究所，什么 Stanford 什么哥伦比亚，他们想申请，他把这表格给我，说林老师，你能不能帮忙填这个表，这个申请表？我开始给 name 什么的，然后问到问题的时候，他要求我来填。我说，可是这是你的名字，你的地址，你的电话，你的一切，可是他的态度说你是国外的学者，你懂 what is the right answer 你帮我填上去。他目标是给 right answer， 而不是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露出来。再举个例子，我在中山大学那一年，我做了个关于大学生的读书的一个测验，不是民意测验，但是读过什么书，古典的小说、5、4世纪的小说、当代小说，你看了哪些？你最喜欢哪些？等等，这类问题。有一个问题是古典小说，你最喜欢哪个小说？80%《红楼梦》。红楼梦。
那后来有一系列问题是问他的习惯，他的 habit， 你一个星期读多少小时，读什么样的小说，上个月、去年的啊，然后问他你近3年来读过哪些古典小说、当代小说等等，读了多少古典小说，很少提《红楼梦》。我最喜欢的古典小说是《红楼梦》。我没看过《红楼梦》，在同一个迷你册。那我分析他的心理是说，这个是个问到一个外国学者的，他肯定有正确的答案，我尽量给他正确的答案，好心。对，我不想骗，我给他正确的答案是《红楼梦》。对。所以有这种心理，所以那些民意测验乱七八糟的那么多问题在里头。对。